哎，哦，来了，手机也充的差不多了。好了，我现在过去了。我也想上厕所，这对吗？那去上呗。他要进来。乖，拜拜。先不冲了吧，算了，还是冲着吧。我肚子叫了。你饿了？我不饿。我都说了，我最近绝食。你别这样吧，你屁股啊！我也不想这样。我饿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希望我们能够身体健康的，也是希望我能够好的。你不在上厕所吗？没有啊，我现在就等会再一定要上了再上呗。你先去上呗，等会儿讲到那个兴头上，突然想上厕所怎么办？行吧。你先扣一会儿。那我去上厕所，宝宝们。我先去上厕所。好热呀！气血都说足了，气血都流通了，相信你们也是吧？今天晚上给大家提气血，让大家气血流通一下。血压都高了，不要这样子，大家喝杯西瓜汁，降温。呆呆刚刚叹了口气。呆叹了口气，我以为是他放屁。好了，然后呢，就是因为晚上要搞这个直播，所以就是说收集了一点问题。你先把衣服换掉。我这个是新的，干净的。我现在觉得麻烦，干嘛说正事让我换衣服？来看我们收拾的问题，不是他们收拾的，在哪里来着？收拾的问题在哪里啊？我就在聊天记录里啊。哦，看到，好长啊！你们知道我有那个孔字症，我太长的我读不进去。是不是不往脑子里钻啊？我看一下的，再来颗药。神奇。你来读吧，我一讲话多了，我就想喝水。首先，现在就是营业确实变少了很多，不仅仅是那种大的很甜的舞台、读信、双巡这些，而是日常的营业。现在2个人一人一个直播间，想直播对话都比较少，日常图片营业都很少。我看身边同单都越来越淡，其实能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因为会担忧吧。我把 BGM 关了。关吧。BGM 关了是不是会显得很严肃啊？但本来这个事儿就挺严肃的呀。那就太严肃了。严肃的事情严肃处理。好，开会。因为担忧越来越大，非常谢谢你这个小宝宝。但是呢，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读信舞台之后我出现的非常大的麻烦？我几乎被举报了，连续举报了1个月。刚刚已经说了，谁懂这个被实名举报1个月的救赎感？所以我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呢，没有我在处理这事的时候，我哪有心思在放什么糖？对啊。而且放糖是2个人的事儿吧，他都没有什么心思了，我一个人又唱又跳的干啥？然后他现在要准备这个生日会，又很焦虑。说出来了，不小心说了嘴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脸都红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这个事情，撤回。我睡了。还是放点 BGM 吧。你气血也挺足的啊。手都在颤抖。好，把它撤回。然后反正就是说人比较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中，每天都感觉很烦。所以，然后我前段时间情绪老是发疯，不是真的发疯，就是变得很抽象，因为没招了。哎，我
嗓子好难受啊，有没有药啊？有没有那个龙角散？我嗓子我看一下，本来是有的，但现在好像就我床头就一颗胃药。算了，那我再喝点水吧。有那个是嗓子发炎的，要不要？不要了，就这么着吧。反正就是我最近也比较焦虑。我要歇会儿，你先说，我现在还没缓过来。然后我就是说最近也是比较焦虑嘛，所以就是说目前为止也没有想那么多，流了一身汗。然后我也就说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什么的，就觉得就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就忙的时候你很难就是考虑外界的事情，你们能懂吗？我喝水了，喝了水了。所以就是一倒也不是说就其实说实话老有粉丝问我，就是说问这个问那个问这个问这个，我都其实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下一个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不是在你这儿吗？2双方的信息差。1两位对粉丝的信息差，举个例子，就光去找小日记的团队这件事情，你们做了但没说，我们就不太清楚。在粉丝的角度就是没有，感觉一定要憋个大出来，憋不出来就不说。当然憋不出来，当然不说了，都没做到，为什么要说呢？你就比如说你先斩后就是你就是先把这说了，把大家期待拉高了，然后最后啥也没有，干啥呢？我跟你们说，哎呀，我们去找小日记了，最后但是没有。对啊，你那说实话，讲的难听一点，每次我们就是说有个什么惩罚或者怎么样的，大家就会一直问，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那个。那你以后直播的时候一直都有这样子的问题，你是不是看你会觉得有点烦躁，对吧？然后我们就是对，又一直说现在没有办法干嘛干嘛的，就是没做成就不说了呀，事已密成，不要广而告之。还是一个信任感的问题吧，觉得我们不说就是没做的话，那也挺麻烦的，一点信任都没有。我觉得所有的都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信任感让人很那个啥。谢谢 LAZY 的跑车。下一个，刚把漏的礼物写一下，谢谢小小草，谢谢玉麒麟大侠，谢谢一口清甜，谢谢大卫的七七，谢谢咕噜，谢谢黑卡瓦，谢谢个肉没了。还有第二个说粉丝对我们的信息差，这个不仅仅是没有沟通平台的问题，还是沟通环境的问题。就不敢说，其实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敢说的，每次大家说，大家不都挺敢说的吗？对啊，而且说实话，我觉得正常的人你说不敢说，但是呢，不正常的人非常敢说。谢谢羽翼星空。对啊，你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啊。对啊，学习他们的敢说，不要学习他们的不正常。对啊。说多就是 KY， 那你要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说呢？谢谢周易的跑车。那你要说那些敢说的人，也不是说在直播上面说的呀，那些敢说的人也是在私信里面说的呀，对吧？那些私信里面难听的，我们也不是说。他说一提意见就入追怎么解？什么叫入追呀？入追是什么意思？什么新网络词？入追就入追怎么解？什么叫入追呀？入追是什么意思？什么新网络词？入追
提意见和侮辱性语言这个中间的差别又非常大哎，我觉得提意见，谢谢叮叮当当，提意见和辱骂中间隔着108000里哪的话，那你就是在辱骂。就比如说正常提意见谁会说你啊？对啊，你正常提意见，你比如说你就说哎呀两个小姐姐你那个今天怎么样，我觉得你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善意的一个话怎么样的，别人都会觉得你这是在提意见一样。那如果真的辱追的话，我也见到过啊，你们两个大姐大妈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才叫辱追啊。怎么办？我出了一身汗。那你换件衣服呗，对吧？这咱也不是没遇到过呀，年纪轻轻被叫大妈的已经也不是1次2次了。有人说叔叔阿姨你们两个真神人，谁是叔叔？叶雷雷，我们是两个女生，你们在这叔叔阿姨，到底是？但你这叫叔叔阿姨啊？嗯。你看，这就是辱追。你说两个宝宝，那你就是正常提意见，这不是很正常吗？叔叔阿姨是不是在他们自己啊？啊，就是在跟我们说。关键是你叔叔阿姨跟你说。关键是有跟我说被单推追着骂辱追，你私信给我提意见，单推在哪儿追着你骂呢？在哪儿？在哪里啊？他能看我私信，他能看助理号私信，他看不着呀。你要是真想提意见就去留言啊，都会看啊，就很正常啊。而且说实话，每次别 KY 的那些很多发的其实都是小孩子 CP 粉。谢谢 LAZY 的，我有观察到，我都已经说了不要再说被 KY 了，但我也没招啊。你觉得这事我要是能解决，我早解决了。我好像已经上次直播的时候说过，我说不要再说别 KY 了。呀，不小心关了。好，下一个问题吧。3、粉丝之间的信息差，比如生日会的 PV 拍摄不太清楚，这个是属于私人行程还是工作行程？私人行程的话，为什么会有人跟拍？工作行程的话，为什么又只有这几个人知道？大部分粉丝都不清楚。这算是工作行程。然后呢，我说实话，当时我就是定了这个行程之后，我想就是反正都要去拍 PV 了，已经花了这个钱了，不如让大家过来可以拍一些路透。然后就同时通知了 CP 应援会和单推应援会这样子，然后让应援会去通知一下站姐，因为就是主要是为了给大家看一点路透嘛，所以就尽量只通知站姐。因为来的人太多的话，公共场合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多工作人员去给你保持秩序。因为它不是一个见面会，它只是说来拍一拍反图这样子。如果是见面会，当然是谁都通知了。但我只是拍照，如果来一堆人怎么维护纪律？而且我们拍摄地点是一个民宿，没办法有那么多人。很多除了站姐都去了年，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就是什么？你刚刚这句话黏黏糊糊的什么玩意儿？还有除了站姐，还有很多人都去了。我只是通知了2边音乐会。对啊，后面的通知我就不清楚了，咱也不能控制了。好了吧，这个事情也过了。有人想去但不知道地点，那这个是因为这不是见面会，不是你想去就去，只是说如果你能拍反图的话，可以过来拍一下这样子。目的是这个，然后拍反图也是为了产出能给大家看见。因为想的就是偶尔就是说难得的机会，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并不是说又是在谁，就是比如说为什么只有谁知道，为什么只有他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也只是通知了应援会而已。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说拦个那个什么，拦个通道，然后让大家在这排队，然后就那个啥吧，这不可能啊。
但其实以前拍摄也是这样的。对啊。下一个吧。第二张图，现在的双人营业模式吸不到粉也顾不住粉。大堂虽然容易吸粉，但后续顾不住人，扒一次饿十几天甚至几十天，而且会导致饭圈二创产出少，都没有新物料。我想打个一直炒冷饭也很消耗激情，饭圈无法通过产出活跃起来，粉丝落差很大，很折磨，超话热度真的很差了。好，这个宝宝是个事业粉，饭圈没有产出，这事我们也没用过。产出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自己来做的呀，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就是说去改变这个东西的，不是说我们两个人每天出来一下，每天蹦一下，然后就你觉得没有产出，你就自己剪视频呗，你就自己做呗，你催别人也没用啊，因为内容少。说实话，现在这个时候什么内容都少，这个问题我觉得单人也是一样的，那因为没办法，我们不营业 CP 怎么产出？谁给我蜡烛吹一下？哎呀，快把我头上的火吹吹！给你降下火。好热我。刚刚那事我还没过去，我都过去了，我都没事儿。哎呦，我全是汗了。我只能说，就是说，等一切都解决了，我就算我又唱又跳的，对吧？我天天在你们面前蹦都没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心里就是一开始就已经有想过的事情，就是我选择的这条路总归是会失去一些东西的，那我不能既要又要吧，就是说我又想要这样，我又想要那样的，你总归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东西的，这都是自己最开始需要想好的。当然我确实就是一开始也没跟你们就是说有沟通过，毕竟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日常堂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想着就没事儿给大家日常的直播一下，然后但大家又不满意。对，说到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本来有一次圣诞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圣诞节12月25号的时候哎呦喂，10月25号的时候还是24号，好像是24号，忘记了。对，11月24号的时候12月24号的时候，我们呢本来就觉得圣诞节其实可以就是好好的直播一下，也不是好好直播，当时想就是本来朋友也来家里做客，对，本来朋友也要来家里做客，然后日常的事情可以稍微随意一点的直播，然后也做东西，有一些互动，我觉得这样子也就够了。但是呢，可能就是说，那本来有的时候想的时候也没有就是跟做的一样嘛。就是我们想的比较轻松，然后给大家说我们来看看我俩做饭，给大家就是给朋友准备东西吃，就是一个很随意的过程。但是大家好像特别不喜欢这个随意的，觉得我们没有好好对待，所以后面我们就想着说，那每一次都要好好的准备，精心准备，对吧？那这样才对得起大家，就是让大家觉得就是我们是有在好好的，因为对待这个事情。那次特别的不满。所以只能说是你们觉得没有，但是当时我们收到的信息是有挺多的，而且话也不是很好听，讲句实话。就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粉丝更应该让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的出现大家都是喜欢的，而不是就觉得啊这一次你没有表现好，把我们也变得很商业化了，对吧？就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就是一些比较正向的信息，导致了后面也就觉得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以后就是说都好好的去考虑这件事情。对吧？有些人其实也不知道竟然有这一出。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视角，我们又说的这个事情又会变成了，哎，为什么你们又要怪我们？怎么什么都是我们的错？哎呦，你不要在这演了，没人看见，就我看见了，我就演给你看。哎呀，我没戴眼镜看不清。我说我怎么一种那种模糊的感觉？我也想问啊，为什么每次你们都觉得是你们的错呢？我就是并没有这么想啊。你们走的时候说，信誓旦旦说会等待会陪着，这才多久就变质了？不说了，擦一把眼泪。没事，眼泪已经流干了。老在这跟我演什么？给我也喝一口。对吧？我已经收到过好多这样子的，哪怕是说我下午其实在说一个比较概括性的问题，也是收到了这样的回复。什么时候指名道姓说是你的问题了？我现在要指着你的额头说，现在就是你本人的问题，不是这谁的哪个群体的问题。我的手指如果能伸长一点就好了，伸到你的额头面前。有人觉得脑袋上面有一个手指被指着，那就是我的手。半夜你就做噩梦吧，醒来有一只手在你面前。你要点赞了？是不是点赞？哎呀，好热，好热！我要开空调了。我们完全偏离重点，可是我一直在念上就是我发过来的这个投稿。对啊。好，下一个了。哎，我这手机里怎么一直在放他的歌？换一首。下一个，等会儿找一下。你自己看吧。这第几个啊？第一个念过了。哎呀，是哦，第一个已经念过了。沟通问题，双人没有稳定沟通渠道建议，助理号下提建议会被唯粉骂，私信怕被当成贴脸要糖，弹幕会被说 KY。私信的时候什么时候说过被贴脸当要糖了？我讲过吗？反正我没讲过。我讲过吗？我讲过，你说就是有一些部分 CP 粉，然后贴我的脸要我的糖，我有这么讲过吗？又开始。不是啊，我在讲实话，我没有在阴阳怪气啊。我以为你在演。我在演什么？我现在记性不好，大家帮我听听啊。没有吧？这话也不像我们说的呀。对啊，我就不会用贴脸两个字。对啊，贴脸这两个字都不是我说从嘴里，我从我的嘴里从来没有说过这两个字啊。没有。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幻想出来的？纯幻想。没事，我也会幻想一些事情。给我就好热。他说我们口中的糖就是要花时间拍 PV 等各种需要成本的糖，但是我们口中的糖是指露出日常的细节啊。他觉得我们没有日常的细节，要死了，花钱还不好。我赶紧联系摄影师把钱还给我。要洗。我说喂，你好，还钱。结果我们努力了半天，努力白努力。我说我怎么这么穷呢？我
我俩是反驳型人格。我身上的病是不是太多了？你现在人格是不是太多了？对啊，我身上病真太多了。我不知道还有怎么样细节了，怎么个细节法？啥意思？什么叫细节？他们说希望有就是我们俩日常细节的糖，怎么个细节糖？细节的糖，我们俩的一天，从早上，一般我会先醒一下，啊不对，一般你会先醒一下，下床，然后我先刷牙洗脸，然后你再刷牙洗脸，这细节了吧？然后呢，再那个琢磨一下今天吃什么外卖，琢磨一下点一大盘外卖，然后我们两个躺床上再玩会手机。对，然后再下楼小鸡啄米2口，又躺回来，然后我去上课了，我不知道你在干嘛。外出旅游的时候的双人照，外出旅游的双人照，讲真的，我们俩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每次出去旅游基本上就是觉得陪爸妈就是好的了。你们都不，他肯定说是泰国。哦，泰国，我们是不是又去的泰国？坏了，过年前去了泰国。我们没拍吗？不是发了吗？我发了吗？发了呀。发了。对啊。那不是发了吗？又在造谣。今天和王毅一起去练习舞蹈之类的，我们都是。我今天根本就没去上课。但是而且没有一起去练习舞蹈的。对啊，我上我的，他上他的，不然叫什么私教啊？没法一起上，就是我都上私教。发了吗？他们说没发。不可能啊！真假的？发？怎么可能？我怎么记得是有这么一出事儿呢？到底发没发？他拍不是自拍，他拍也算啊。他拍就不是我们2个人了，是吧？我怎么记得发了呢？我记得你发的呀。我发了吗？我不记得发没发了。发了，人家说。但是我们讲相声，没在讲相声，2人就上相声了。发哪儿了？自己不关注，在这抱怨，在埋怨我们。真发了吗？没发，他们说。到底发没发？到底发了吗？你看看。哎呦，好累啊！我等会儿帮我拿一下手机。哦。上哪看？我发哪儿了？你自己微博吧。发哪儿了？找。对，一定要说的话就是说，很多事情也是我们没发啊。我不是你当时跟我说要发的吗？我说了吗？你跟我说了呀，你还问我这张照片有没有问题啊？你是不是手滑把它删了？不可能，我又问过这种事儿吗？难道是我发的？发了 vlog， 有 vlog 里面的视频。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得习惯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就是说365天自己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告诉大家，就是说你们也不可能把自己365天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对吧？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就是了，就这样。只有 vlog， 没有专门发合照，他们说是。对啊，我刚刚也说了，我说很多东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大家不喜，就是这种商业了，对吧？其实你们说的一些那种日常的，
其实只要是透露出来给公众展示的，那都不算，就都是准备好的展示，不管是谁吧。哟，对啊，谁会真的说没有准备好展示给公之于众啊？除非是狗仔，确实，对吗？谢谢 ZW 的跑车。把上次什么双日直播展示过的那张自拍，什么时候展示过自拍？我已经忘了。就是当时人说不好看那张。哦，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好看啊，觉得好看的话肯定会发呀。对啊，谁喜欢把自己好看的照片藏着，丑的照片发出来？对啊，就是我觉得丑的。你们可能会觉得啊，你怎么样的好看，好看，好看。但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标准。OK。好了，我下一条了，下一条是第几个？是下一个，希望能大大方方，不要刻意回避互动，知道艰难时期有不能说的，但不要总是默默做了不提。粉丝不知道，只能干等着焦虑破防，我们只是肚子里的蛔虫，不说我们怎么知道？他说我们不是肚子里的蛔虫吧？相信你们，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时间长了总会胡思乱想的。好，那么这样子讲，默默做了事不提，换做我小的时候，我妈也夸死了。只要我们宝宝这么厉害，做了这么懂事的事儿，居然都不提了，对吧？还是我妈的那个啥，你让我都滚烫了。确实。你就说是不是吧？现在什么都要讲出来，都要邀功。你看我牛不牛吧？我以后都要邀功，我以后做什么都说。但也不是什么都能说了。小周周默默负重前行。你们就知道负重前行就行。对啊，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被夸的事情，结果到我们这就是坏小孩，坏事做尽了。然后，对啊，你知道我不能说了，那你就说表示理解，时间长了总是胡思乱想，那你就控制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啊，对吧？喝点汤，要喝丝瓜汤。就是我也会想，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老是这么误解我呀，什么什么的。那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们肯定又说，哎呀，没有，不一样啊。而且从来都没有刻意回避。说实话，从来都没有刻意回避。比如说，什么叫刻意回避呢？就是我说王爷，你说鸟都不鸟你。对啊，你叫我名字，然后我说哦，没听见，这样叫刻意回避，懂吗？然后是第4条说，希望积极主动一点，不管以后解约了找活动，还是平时营业粉丝，无论单双人，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你都说无论以后了。都是以后的事儿，以后的事儿咱以后再说，眼前的事儿都没解决呢。对啊。后面好像都差不多，就是说不要吃精致的饭，以后随便提及一下就好。他们列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不是让我们避重就轻，没做什么变。来，我的头在闪闪。谁避重就轻了？我是犯错了吗？我避重就轻。大人，你就说你怎么攀我吧你？我在这里陪笑。以前每天见面会议日常聊天，从以前聊天每天见面会日常聊天，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充电器呢。你在家不怎么讲话？你说妈妈，
我的好妈妈，拿一下充电器，知道吗？那我跟你说，我是周周。其实他们就像我们就是直播的时候，因为说充电器呢，这才是我们日常。其实你们想要看到的，其实还要求我们还热演一下。下次知道了呀，知道了，好，知道了，没有避重就轻了啊，承认了。OK。不是老反驳呀，可是这些问题在我们眼里就不是个问题啊。我再看下面啊，感觉都重复的问题，一句话互动就够。你说这个人说一句话互动就够，刚刚不说不够吗？什么？其实每个人意见不一样，有的人他们想要就是你好好的就是搞这个双人的营，有的人就觉得没必要那么精心啊，就平时日常稍微有一点互动就够了。两边其实他们自己意见也是打架的。对啊，你们能不能自己先打一架的？也不是他们打不打架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个得平衡好这个问题，就是既要有一次大的中间最好有好多小的，就是这样子。压力给到我这里。其实有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想跟粉丝谈论这个事儿的，就是谈论之后，就你觉得我跟你谈论这种事儿，你觉得合适吗？就谈完之后感觉特别的难受啊。对啊，你觉得合适吗？你就说谈完之后你难不难受吧？他们肯定心里啊，蛮好的呀。不是吗？就是你懂吗？谁懂呢？我喜欢这种不经意流露的感觉，但是现在有点过于惊异了，对吧？你又想要自然一点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互动，你就说哎呀，觉得我们没有以前那种互动或者怎么样的了。但是你现在又跟我正儿八经在这谈论，就是说，如何给你们展现这样自然的互动？而且说实话，他因为有说到我们每周都会单人直播，但其实单人直播也就是跟粉丝弹幕互动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也单人直播的时候也没有说展示什么东西。下一条吧，第几条了？哎，是你刚念的那一条吗？我们是不是念错一张啊？我看一下，没念错啊，这里就差不多了。然后你觉得念了？然后这里也是一样的了。哦，你看着点。这是第几章了？第3章。用第3章看一下。双人一夜不用做大做强。啊，这是刚刚我说的。第二个呢？他刚刚说有人说最早在339，所以都在一起，直播会有随机互动。现在直播在各自的房间，失去很多日常。谢谢唐大胖。我觉得339那个时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一个是339那个时期过去好多年了，而且那个时候说实话也没多太平吧，不要对以前带有滤镜。现在其实这样子，一个是已经我跟你们说，现在其实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真的很痛苦的，好多事儿呢。对啊，就互联网没有记忆，我有记忆啊。只不过是这样子的，人呢还是我们两个，但是呢粉丝呢可能已经他们会他们看不到坏的那一面，因为换了很多粉丝，他们只能看到好的那些被传播出来的。对的。双人直播频率太低了，其实已经比以前要高很多了。对啊。然后天天双人直播也很没劲，会觉得今年会有一期一会吗？你别说一期啥？他说一期一会是不是那个以前6小时直播？我们这一年里面都进行好多次双人直播了，以前一年也就一次，1次2次吧。我觉得你们要这样子，我教你们，
就是你在想一个人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想一下这个人对你有没有好过。就说这个人，就是我们肯定是，我们现在跟你一起捋一下，你会发现其实现在要比以前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发的东西要比以前多了很多的。当然了，以前也是比较忙的了，就说没有现在那么空，因为以前有很多工作，然后会有就是大家能看的东西比较多，现在变少了嘛，少的话就希望我们能主动放出来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很高频率刷直播就很变味。对的。他说双人直播多了，你俩说没劲，双人物料没有，双人日常对话也没有啊！啥？哎呀，什么叫双人直播？你敢说没劲是什么意思？你俩说没劲，是直播多了没劲。双人物料也没有，双人日常对话也没有，到底要 CP 饭怎么坚持下去？说实话，这个问题那就是回到最初，我们两个就是决定要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那确实会少了很多物料。对啊，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然后双人直播不是多了没劲，就是会有点变味。而且我就是怎么说呢？而且双人物料也不是没有，其实已经有了，就是我能拍的都拍了。对，那你要说其实每个人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现在就是没有这些输出的东西。我觉得没有这些也很正常了，因为有一个大客观因素在。对，其实大家我没办法保持，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没办法保持跟以前一样的频率的，因为我们现在没工作。我一直说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其实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就是是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这个上面。但你可能理解了，其实本质你们都没有理解，因为你很想一些其他的一些琐事的时候，你就是会忘记本质我们身上现在还有一个枷锁在上面。如果你彻彻底底的理解了，就不会再问我们这些事儿了。这个不喜不忧是粉丝吗？大家帮我点进他主页看一下。上次 PV 的照片有吗？有拍，但是不在我们自己这儿。有拍照片吗？拍了吧？拍了。主要是拍照，没有稍微拍了不一定有什么照片了。对，主要是拍视频的，主要摄影师也没有发给我们。我记得好像拍了，但是摄影师没发。是不是只是手机拍了一下呀？好像是手机拍的。对啊，这手机好像拍了一下了。啊，他是私密账号。好吧。说没有哦，那就是没有嘛。有问了那没有，那你再问我也没有啊，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啊。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就拍的比较着急。当时拍的时候，然后我穿那个衣服特别薄，晚上还下雨了，然后当时就得有点淋雨拍的，我又怕我生病，赶紧拍完了，特别冷，浑身冷的都冻僵了，我怕我那个时期感冒的话，后面我都没办法去演出了。啥叫意思是你俩啥都不会改变，受不了就滚是吗？你看我又说这句话了吗？我现在想让你这个人滚行不行？你自己滚行不行？别带着别人好吧。你看这张图里面还有什么你想说的吗？我看了一下，都差不多。
差不多。换首歌。这行吗？我觉得大家都能知足一点儿。你先别说这个，先把这个说完嘛，这个还好多呢。因为我看都差不多啊。你要说哪一条？你看一下呢。他说营业内容与形式可以多多紧跟热点，能够有效助力双人出现最好。用心倾注制作，倾注一谢谢小胡的同样也可以。什么？紧跟热点的双人营业。主要也没什么热点。你要说关于双人的热点，也确实挺少的。对。为啥要出圈呀？不是我说的。上人直播太过合照，都说了我们学的丑才不发的。好看都发了。谢谢第二菜。丑，你们觉得好看是因为它有那个直播间的滤镜。还有这个 CP 粉有能力并且十分愿意拖紧事情化，不论是双人还是单人，我们都竭力全力支持，只求公平对待单推和 CP 粉，不是要偏爱，信息共享，一直都信息共享，只是你们自己觉得信息没有在共享而已。我又没有在反驳，我说的是实话。什么东西？哪一个？第4条。然后说减少因沟通不及时带来不便就可。说到这个信息共享，就是我有收到一条粉丝跟我说，当时见面会的时候有就是应该是 CP 粉说的，觉得我有些信息没有告诉，刻意没有告诉 CP 粉，从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咋说？我在什么平台上我能只告诉一个类型的粉丝，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完全是恶意猜测，我没想到线下也有这样的人给我恶意猜测，这么恶意揣测我。我从哪儿说？你说我有什么渠道还要去调查这个人是不是只喜欢我一个人，喜欢2个人、3个人、4个人都不行，我就不告诉他。你说我从哪儿说？谢谢随意的从脑电波给你传过去。我就是觉得大家就是说了一句，说白了就是太喜欢把我们往外推了，就觉得我们肯定是就是肯定是干嘛干嘛了，肯定是把你们就是又分开了，你们自己又不是人了什么什么的，从来都没有这么讲过，也从来也没有这样子的心态去想过。每次接收到这样的信息都会有一种就是还有这样。而且有的人觉得我是在反驳，没有处理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现在能在这儿跟你们沟通就已经是要处理问题了。谢谢小糊涂跑车。反驳是因为我本人根本就没有这么想，你非要觉得我这么想，所以你才会觉得我是在反驳，好吧？就像我现在觉得你脑子有病，你肯定会反驳我啊，我们脑子没病，我说你反驳性人格对吧？我非要说你脑子有病呢，你肯定说自己没病啊，那我也说你反驳我。
按照你这样子，咱们没话讲了，好不好？我们无法再继续沟通了，没办法沟通了。我只是在为自己辩解一下，我说我没有这么想，没有这个意思。我再往下看，好长。你看后面还有什么要回的？谢谢小高跑看看。啥叫？我说这个了，这个第6个，咋了？可以吗？我觉得这个要说啥呢？就说并不存在对就是正主本人恶意攻击啊，但是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在相信别人的恶意揣测，对吧？好难讲哦。等夏天的秋天，太好听了这首歌。那就不说这个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讲的也没什么用。确实，因为总有人就是会去听的嘛。对啊，已经累了。谢谢小蔡。他说有缺少沟通渠道是这样的，那个不正常的人天天发私信，正常人不发，然后说自己没有沟通的渠道。你们说呢？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啊？就我跟你们说，以前我说的也不是以前吧，就是我现在其实虽然以前老说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跟我聊聊天或者怎么样的，然后通过私信可以了解更多的你们嘛，但时间久了以后会有的人就是浑水摸鱼，希望我可以看到他们骂我的言论。那有的时候呢，别人就是故意骂我什么的，我都觉得其实就是当一个东西看过去就看过去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自己无法分清，就是一些 CP 粉到底在说什么。就是比如说有好的 CP 粉给我们提建议，也有不就是讲话特别难听的 CP 粉给我们提建议。但是我们自己也会有一种信息差，就是没有就是说特别多的好人给我们发，只会有一些特别多的坏的人给我们发。对吧？比如说今天这个发的这个照片丑还是好看，或者双人就是说发的这个视频互动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大部分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全部都是坏的。就是只能接受到特别强烈，让我想到上次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干啥来着？发了一个双人的东西，然后有一些就是说那种刚刚说的那种乳锥粉还是什么的，一直追着我骂，因为我们放就是那种双人的乳锥粉追着我骂。骂啥？不想说了。但是这种情况是怎么说呢？明明是发了一个双人的东西，但是被这种双人的乳锥粉追着骂。那两个字我不想说了，我好像已经说过这件事了。而且有的时候好像是真的说过这件事，因为这次有人给我发的私信里面，他上一条就骂我这条内容，下一条是现在这个今天这件事情，所以让我回想起来了。对，还有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呢，你们觉得自己可能发私信什么东西的，就是不会有外人看到，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你有的时候太割裂，我也不会把你当成一个正常人，懂吗？就你上一秒就是在那里说话很难听，下一秒又要说为我们着想，你这话你太割裂了，无法去那个啥。他说现在 CP 粉是不是要变成乳锥了？在其他平台看到 CP 粉一直在吐槽直播。
什么平台？就在这个平台吧。哦，这个平台也能看到，我姐都能刷到。我不是说了吗？我姐刷对，我姐刷到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年纪都太小了，然后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可以在任何平台上面发一些话，只要有一些话题的，就是或者是说一些我们不好的，肯定会有好奇的人就会想要点进去，看着看着呢就会觉得我觉得他们确实是这样子的，完了之后就破防了或者怎样的。对，我姐姐都刷到了，所以你们如果说你们就是真心是喜欢我们的，就是也可以为我们说话呀，对吧？而不是说被他们同化了呀。我觉得还有一点，大家老是拿说每周都有单人直播和很少的双人直播来对比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双人直播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互动，或者要玩一些游戏或者干什么，是这样的形式。但是呢，每周的单人直播只是跟弹幕就是聊天，什么都不用准备，是两个意义上的直播。如果双人直播，大家也不想看着我们盯着这个弹幕在这讲话，也很无趣。对啊，我们也不是没有收到过说，哎呀，这次双人直播有点无聊什么的。我觉得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在于这两个直播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不可能说每周在这里双人直播。如果每周在这里双人直播，那咱话就不想讲难听的。有人说应援会，你们别摆烂，好好认真一下，求求了。然后说到这个问题呢，是之前我就是这个有让 staff 去问一下应援会有没有组织或者是这个应援什么的，然后那会儿就说没有，然后后面又提到了这个问题，今天也提到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实在是没人了。就是人太少了，对嘛？就是如果说应援会没有人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也表达了这个情况了。那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说有人力的就是大家就是有空的话，就是如果想去帮忙的话，也可以就是说问一问。我想到了，单人直播每周这个单人直播的重点在于跟粉丝互动，然后双人直播的重点在于我们俩之间的互动。所以说你把它分为单人双人直播，但他们俩完全不是一个性质。我们跟粉丝互动这个直播，不管你是什么粉丝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只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性质不一样，不能这么对比。都知道应援会没有人了，你们还不着急？真的不觉得搞笑吗？很多东西那我就说，那今天提问题的这么多人，为什么他们不去？你们既然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想法，这么想催促，你为什么不自己上呢？而是反而要找到我们身上呢？问题应援会的问题也要找到我们俩身上吗？对吧？这样子现在又变得严肃了起来。就是说双人应援会没有人，然后也要来找到我们俩身上吗？就是说我们俩现在的这些粉丝都是透明的。他说可不可以不要喊彼此别人朋友？彼此别人朋友，就不要称呼对方为别人和朋友。一直有人在刷这个。可是你怎么觉得我称呼的朋友就不是真的朋友了呢？对啊，我没有说是这样子。我不是只有一个朋友啊，我没这么说过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俩是不是连交朋友的这点都不最基础的都不行了？我妈都没有把我管这么宽。再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对啊，朋友就是真的在指朋友，我也不可能就是说把我的一些素人朋友的名字叫给大家听嘛，那是不是太没有边界了？
后面我感觉就差不多问题了，你看一下吧。你俩觉得没问题，那就继续这样下去吧。跑粉也不是我们粉丝该操心的事，白操心。这太长一段了，没输入进我的脑子里，从耳朵穿过去了。粉丝欠我们的吗？那请问我也欠你的是吗？我叫别人就是说我叫别人叫朋友，然后是欠你的。哎，行好，哎呦，变烫了，你的脸变烫了。我现在真的有点生气了。哎呦，好，我已经凉了，你现在已开始烫了。谢谢小蔡。我们俩之间不要互相成为朋友，我没有成为朋友，我什么时候把王毅交朋友了？没有，从来没有过。你能找出证据吗？你们爱豆粉圈的事情还是太乱了吧？侮辱一个路人说误闯天家。我现在真觉得，就是说，目前为止，我的人生就像一本书。我其实现在就是说，我的书没有继续往下翻，我是一直在往回翻。什么时候把我翻到我刚出生的那一天？我选择先不出生了。你不出版了？可以打标签，卖光了。到底在生气什么？我没在生气啊，我很平静。我没有在生气啊，我很平静。我一直在陪笑。什么叫全程都没有解决啊？我现在我都想把话讲难听了，说实话。哎呦，声音刚才抖了一下，发出了颤音啊！没有，你误解我了，你误解我了。你们现在真的很生气，你好好说。首先，你可以先不要用这个用户这几个东西给我发，你可以就是说不定我还认识你呢，对不对？你可以把自己就是说自己的 ID 可以报出来的，下次我看到你，我就直接就是说，怎么说？你也不能这么说。我现在确实没办法怎么说，我现在心里面已经想过了。太搞笑了。
这有个 CP 粉，你看这个小孩，他说从一种古代逼宫的感觉发了一个很懵逼的表情包。我都没有称呼对方为别人，烦死了！为什么这个人一直在刷呀？我啥？那你就把他拉黑，他这人是故意的，以后他就是别人。我看看还有啥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就像我说你有病，你不会觉得自己有病一样。啊，谢谢脑袋空空。视频可以发呀，但是我又觉得，就比如说已经过去很久了，然后现在突然发一个，也有一点怪怪的。今天是他说 PV， 哪个 PV？ 还能哪个 PV？ 你自己单人 PV， 还哪个 PV？ 哦，我去，真的。不是久不久的问题，我还说了多少遍，因为我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每次出去玩发微博我这个事都没解决完，你说我敢发吗？每次出去玩发微博都会没有什么互动什么的。我在上一次我们出去玩是泰国，对吧？泰国我想大家也知道，我当时被路人拍了一下，我都被自己粉丝骂丑了。你觉得我还敢发双人照片吗？我都被个别粉丝骂丑了，我还怎么发呀？咋了？没什么，最近发了单人照，那也是我朋友给我，又要是我朋友了。我某个认识的人，也是我某一个认识的人，他给我 P 好了，那我也只能发了呀，对吧？那人家给我 P 好了，我不发是不是不太好呢？人家专门买了个，就是搞了个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给我都 P 好了。说到后面其实也不知道在吵什么了，我觉得不要被个别人影响了吧。你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不能说的就算了。其实说大部分也说完了，讲句实话，大部分大家发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你为啥不说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了。他们就说了嘛，就说就一个问题，希望双人营业的频率高一点，就这一个问题。是吧？别到时候又冒出来一些其他的问题。是吧？是。我就问他们呀，我说别到时候又冒出来一些其他的别的问题，到时候我已经无法再解释了。什么叫尺度太大了？尺度大个屁！
我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就是知道满足2个字呢？说实话，像我们俩这样子可以直播这样跟大家聊天回应你们的，我觉得应该挺少的吧。不是我自己又在邀功了，不过大家说好了，什么事情就是说暗戳戳的干都要邀功。人家吵架。对呀。干嘛？干嘛？干嘛？我就想看你牙好尖。谢谢 VZ。而且你们不是说没有办法沟通吗？现在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呀，没有办法跟你们沟通啊，所以就是误会累积了以后，现在在回应你们的误会啊，然后回应了你们的误会，你们会觉得我们没有在解决问题，只是在反驳。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无法沟通，能明白吗？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我遇到的这个困难，你看你说了之后，你们也无动于衷。你有讲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吗？没有说，他那个没说不了呀。那就这么说，如果说这个很难说了。你是说不好说？算了。谢谢 LAZY 的跑车。如果不把大家放心上的话，根本没必要开这个直播了，随意就行。不把你放心上，我就没必要做这件事情。烦死了，有些人跟在这里念口号似的。有这点时间，多花在自己身上，好吧？或许你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不要在我这浪费时间了。在你自己喜欢那里人多发条弹幕，他的弹幕都能走得快一点。就你们懂吗？就是我说顶着压力做这么多事情，然后结果就是你们完全不在意，也会让我很伤心的。这都不是顶着压力了，是谢谢 W666，我都不知道咋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就是你们觉得我们不怎么说大家怎么样的，就是其实我们自己本人也是需要大家的一些语言上的支持的。比如说我现在 PTSD 一些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每一次我们比如说每一次发了一些视频或者双人营业的，其实很怕看到一些私信，我大部分时候发完了我会直接就是说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因为我就觉得肯定是会有一些人要说，哎呀你这个今天发这个视频怎么样啦，你这个这次又没发好了干嘛的。如果每次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支持我们的话，其实没有谁是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我要说出来，别人都不知，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也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咋了？中华弹幕快乐。谢谢蛋折的礼物。
也不是不能说，我只是觉得说这些不太好，因为就是我当时的压力你们也理解不了，对吧？现在说了已经过去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说的了，我觉得没啥。讲的难听一点，就是事情的太严重的话，就是要看不着了，对，要看不到我们了，就这么简单，好吧？已经把话讲到这种地步了。就是当时的压力，就是再严重的话就以后你看得到我，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能想的，好吧？我再这么讲一下，大家应该就能懂了。还纳退签嘛？你这个脑子，我真的是无法跟你讲了。说别的。谢谢居居的宝车。谢谢无心相遇，谢谢居。而且真的是不要什么都怪在我们头上，好吧？我们只是展现给大家的人，并不是说任何东西都是需要我们来做的。你比如说前面说的没有产出或者怎么样的，不是我们自己来剪辑这些东西的，我们只是负责展现给大家。还有很多一些极端的人，我不是说在这里面的极端到，就是说我之前私信上也看到过，就我不管说什么，他都觉得我是在指向 CP 粉的，不管我说什么，你都觉得我在指向坏的，把坏的指向你的，那我真无法沟通，所以我大多数这种我就直接就是屏蔽掉了，都懒得再看你说的话了。可是要吃这碗饭的人是我们我知道呀，是吃这碗饭的人是我们。可是我也说了，你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要怪在我们头上。谢谢小双。什么 ？CP 粉砸钱是单推的2倍，做数据是单推的2倍，打 PK 也是单倍2倍。首先，你这2倍是从哪里来的数据啊？然后其次，我们跟这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来源存疑，第二个，我们也不是因为说你们比较你们做了什么才有什么行为的，并不是这样。按照你这么说，如果我们很势利的话，对吧？我们肯定要看这些东西，但是不是的呀。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这么势利。那不是就是这样吗？对吧？他希望我们就是这么势利啊，希望一直这样关注他。谢谢 W666，谢谢非营业的礼物。谢谢 Rock。我觉得正常粉丝就可以看一看了，就是看一看这个弹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平时接收到的信息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帮我们啊，把这些就是说这些不理智不正常的人都赶走，然后我们自己逐渐强大起来，这是我们希望的，而不是说让这些特别难听难看的这些言论变得壮大，
就是说影响到真正喜欢我们的人，对吧？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些言论，这些在弹幕上面的都已经讲话属于好听的了。跟你们讲，平时讲话要有多难听有多难听。谢谢颗土豆，谢谢土豆。对吧？我相信有很多很多正常的 CP 饭是喜欢我们的，然后也是一直在默默支持我们的。还有就是说，怎么说啊？是吗？我就是说，还是有很多很多正常人在支持我们的。我觉得现在就是没有特别解决好问题吧，这个直播。我觉得还是得聊一下，也不能这么，但就是简单下播。我就是因为有时候大家说我们不说我们面临的什么做的事情没跟你们讲，但有时候确实不太方便说。但是不说的话，你们又不能理解我们，就是我们之间存在这个信息差，我们只能尽量希望大家可以多相信。什么叫想多看一些双人视频就这么难？我有说我不给你们看双人视频吗？只不过这2个月我们在经历了什么事情已经告诉你们了。对，不是不给你们看，是真的在就是我都已经就是我被毒哑了。但他们又觉得不是这2个月的事儿，是之前的就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在往之前的话，就我们去泰国是一起去的，然后我们就回家过年了，对吧？然后泰国那一次刚刚也是提过了。再往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还有一个就是他生日的时候也已经就是说那个啥了，但是你们又说不要总是只憋个大的。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然后也告诉你们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会这个样子想，那是不是我们之间都可以就是一个互相理解的方式呢？对，就是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先理解一下对我们之间这个想法的差异。CP 应援会给出截图说没有，什么截图？什么叫没有？说我刚刚说没人不应援了，啥意思？我也不太懂。就是我刚刚有说有没有就是组织干嘛什么之类的，然后不是说没人吗？不是说生日吗？看一下。你手机可以静音一下吗？我静音了。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好吗？老是说你觉得，我们觉得，而且我们也没有说不营业 CP 啊，对吧？而且也没有说一直都没有在不营业啊。这话讲的好像我已经1年没有跟周旭讲过话了，1年都没有跟他拍过 CP 视频了。他说澄清一下 CP 应援会没有说没人不应援了，我是说我的这个。因为我要通知了我这个生日会的事情，然后关于这个生日会有没有什么组织干什么的，应该是没有的。然后想问有没有组织，就是带动一下粉丝们，然后回应就是好像就说只有每个什么职位就1个人这样子，就说没有呗。
人甚至会要 CP 应援吗？没有要 CP 应援，只是当时因为我自己弄了 CP 的PV 还有舞台，只是想说也能活跃一下，有没有什么相关组织的应援或者活动都行。是这个意思。然后不是说没人吗？那没人，大家你们自己不都说没人吗？然后现在又说有人了，到底有人没人？谢谢20后。我还是把这个人拉黑吧。这个人带的这个话完全就是，哎，这个人去哪儿了？在故意的把一些就是带跑偏了，很烦。哎，怎么把他拉黑？哎，好像拉黑，应该拉黑了吧？哎呦！还有新的小号，那就再继续呗，对吧？总有就是说那个啥的。我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在说什么了。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其实我也觉得这样子其实挺没有必要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谁带起来的，但是既然我是觉得有很多人都有意见的话，就觉得大家有想法就说，完了之后呢，我们也解释了，对吧？但是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就是你们说了这些话之后，然后我们就要点头认错，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们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人就希望我们能够妥协什么，这件事情就根本不存在，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妥协什么呢？对吧？谁讲的我都要绕进去了。反正大家就只是希望说，我觉得我们都互相努力，好吧？咱们就说，我感觉这个事情也没有很严重了。我们两个就是大家想要的就是多吐露些我们俩的日常，对吧？然后呢，你们说那些什么产出啊啥的，那也只能你们自己去做。然后不要再说什么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什么的，我都说了，我们也只能尽现在的可能，就是说就是规避掉一些困难的情况下，互相都就是喜欢我们的人和我们一起都可以互相一起加油，一起互相努力，这样子。如果一直对我们抱有一些埋怨、抱怨，这样子的喜欢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哎，也不能说埋怨、抱怨、喜欢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你一边埋怨、抱怨，一边还在做事儿，那也无所谓了。你有点埋怨、抱怨也很正常，不可能没有埋怨和抱怨的。但是呢，还有说到，就是，也不可能说特别刻意吧，大家也不想看特别刻意的互动，对吧？
其实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只是说，真就是没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觉得归根结底就在于，就是说大家都年纪太小了，这是我自己的总结。大家年纪都太小了，可能无法理解姐姐现在的处境。但不是啦，也没有都年纪小了，也不能这么说吧。我以为大家年纪都很小啊。什么一场失败的直播回复？哎呀，这个人要把拉黑。我觉得回复的挺好的，大家现在他已经带了好几次节奏。叫啥？娱乐晚班车。你们不营业怎么产出？刚不说了吗？我们都互相加油啊！这不是从现在开始改变吗？你非要一直揪着这个不放。就到以前不放的话，刚刚都说了，我们前2个月有什么事儿，有多难受，然后你又不想听。想要答案，答案是什么？这营业互动还不多，有个人发，我也不懂了。我也不太懂，说妹单推太多了。说实话，我们发的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直播都是面向所有人的。对啊，你不是我们粉丝吗？对啊，你看到我的照片你不高兴，你生气，你怎么只发自己一个照片？我不看。看到我们单人你想吐吗？直接点举报是吧？啥意思？加在我们身上课堂的答案。我觉得哄哄大家没有问题啊，对吧？因为大家都是粉丝，然后就是说互相之间有误会什么，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吧？如果是喜欢我们的，然后大家都好好说话，然后就是说，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该说的也都已经说了。我觉得你们也别说什么有没有什么沟通错误了，就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人组织。说每个岗位几乎就只有1个人，对吗？你们自己刚刚也在说，没人，对吧？这个事情最重要的是没人这个事情。然后你们又觉得说是我们2个自己没有无聊，那怎么会有人呢？
在跟我说吗？有些弹幕是在跟我说，还是在跟谁说？我有点看不懂了。什么叫还记得自己还是 idol 吗？我记得呀。然后嘞？虽然我现在记性差，但唯独这件事情我自己心里还是挺知道的。记得呀。我说弹幕问我你还记得自己是 idol 吗？我说我记得。唉。好，那我刚刚说是这样的，我是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了。你要说啥？CP 应援会的事情，是说他说今天才说的，这个组织只有一个人。然后嘞？就刚刚我说了吗？有没有组织什么活动啊？就说只有一个人没人了。然后嘞？然后对啊，他一直在这说葫芦说之间沟通有问题。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记录，沟通上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一点误差是在于，这个对接的人呢是想要统计一下应援会的这边的东西，然后说没有什么就没有统计的，然后呢后面就说要通知了这个生日会的时间，但是因为没有可以纳入统计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要那个了，对吧？然后后面就想问一下他没有这个组织的应援，但又不好说，你不能指着说你有没有那个吧，就说问了一下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因为马上要到生日了。然后回复的话就是在座的是那个小日记的大屏里面，然后那也没办法了，那不就是也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尴尬吧，中间这个沟通。我觉得你这么想大家听不懂，因为我就没听懂。我懂了这个意思，但中间就是有点误差，就是想通知生日会这个事情，就想问一下有没有组织什么应援。然后呢，他说组织应援是小日记的，就没有提到生日这件事情，那就好吧，就这样子。然后后面说再说有没有应援会能不能组织一下，带领一下大家干嘛干嘛的。然后说就是没人，每个岗位就一个人，大概是这么个顺序。对，主要是不好明说。要尽快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这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没人这个重点。大家既然有意见的人这么多，然后你们有这么多意见的人呢，你们积极的人能不能去参与一下这个呢？拜托了，对吧？我们已经拜托你们了。什么叫谁敢在单人生日搞 CP 应援，不得被骂死？但以前不都是这样的吗？谁骂了？我不太懂。因为这事我们也不能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应援，肯定不是这样吧，也不能这么说吧。你什么叫生病能快点弄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说什么来着？以前都没见过生气，现在要生气了，而且还是大家自己以为的要生气，什么意思？
我也觉得可以冷静一点，大家这个情绪可以冷静一点。我现在挺冷静的，你们做不到冷静这2个字吗？你们就是说你们在这互相吵架了，说旁边单推旁边不让做 CP 粉，CP 粉旁边不让做单推，你们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对方啊？你们，我看谁的？人家看粉丝的，人家看我的。唉，这时候我只能而且你坐在那个现场，谁知道你是谁啊？你脑袋上写你有几个推吗？你说有的人说这个单推 CP 粉的，有的人有的来的人也不只喜欢我一个人啊，他也不是说只有这2种粉丝群体啊，你脑子上也没写，谁知道你是谁啊？有点卡嘛，我这个网络就不是特别好。我的话筒又坏了。话筒？对，我老是坏话筒会溺水，没声音了。已经没声音了。是不是因为网卡了？手机坏了一下，这手机有点坏。对啊，生病的原因肯定是得慢慢来啊，而且谁知道我自己身上会长什么东西啊？我都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就是说我这个身体检查的不是特别好了，还身体关节治好的，还有这种人呢？啊？什么？叫身体关节治好？那我还想多活久点呢，能不能让我活久点？反正借此机会宣传一下，对吧？反正说到这了，这里这么多人，借此机会宣传一下 CP 音乐会没人了，求求大家看看吧。唉，好了，谁也不要挑拨离间了。现在有声音了吗？你们知道这个 emoji 吗？2个手放在脸上，然后做张大嘴巴，然后还有点泛青的表情。我现在就这样。实力才是爱豆的正道，所以我现在有在。哎呦，求你了，不要再说这些。所以现在大家都有在好好的努力啊，好好的。不要再念了，师傅，怎么讲到这些上面了？我不知道啊，就这个人一直在给我念。我要告诉他呀，我现在有在好好上课，我在好好提升自己啊。老师都说我现在唱歌很，心都凉了，心的拔凉拔凉。在说什么？我想问。好了，我先不想再岔开话题了，最后再说2句就结束了。听不见了。等一下，我把充电器拔了。有可能这个网有点不是很稳定。干嘛？干嘛？你这衣服我出去过了。我没出去过。我没出去过。
一瞬间的事，一瞬间的事啊，一瞬间的事儿。我甚至都没有靠在沙发上，整个人都是这样半坐着的。我来帮你。哎呀，不要，尤其是关节都疼了。什么？人老了关节都疼了。有人一直问我怎么加入，你问我不知道怎么加入，你就问音源会呗，对吧？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加入，我也不知道怎么加入。对啊，我也觉得就是也没有那么复杂，然后现在也已经讲完了，我觉得我已经讲完了，就是说大家能理解就理解，不能理解也就只能算了。唉，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完完全全都是我们俩的问题。哎呀，我这是不能把话讲太难听了，说实话。当然也不是说是你们的问题，是个别人的问题，个别人的一些什么呢？我要找个形容词。心里的一些小九九。我觉得现在已经不知道在说什么了。没有啊，他说那个叫什么都跑完了什么的。谢谢 Ruby。为啥非要说清楚？因为大家需要我们说清楚，我们大家不说清楚的话，大家就会难受。怕磕到假的了，这个东西不是自己大家定义的吗？你自己觉得是就是，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说呀。我已经讲的已经很透彻了，我都已经喝了快2瓶水了。对啊，我喝了好多瓶水了。哎，确实，实际上说这么多也没什么我能解决的。因为你有一个不满意的点，就会有更多不满意的点，然后所有人不满意的点加在一起，就会永远都扯不完。其实看了看微博，满意的很多了，真的吗？什么满意？满意什么？你就不怕你都把我问懵了，你说的还有什么？我觉得就是现在这样的状况是我们自己早就能想到的，不管是单人还是双人，流失一些粉丝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确实像大家说的没有一些输出嘛，对吧？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总要失去点什么，你才能再收获一些什么。一直有人在说能不能举 CP 原棒，我记得已经举了呀。对啊，也没有。你要是真制止你们呀？对啊，你真举了，我也不会说，哎呦，放下。这个人手上拿什么东西啊？什么颜色？搞清楚！我有这么说你吗？从来都没有过吧。
还是说身边的友人不让你举了，对吧？也没有啊。吓你一跳，sorry。看有一个说实话的 CP 粉出来，他说他在第一排也举了，零人不让。对啊，到底在不服气些什么啊？也没干对你干什么，突然就是这样子给自己立假想敌。应该是这样子，一般这样的人就是自己就没有来现场，他自己在幻想会不会不能举这些东西。被害妄想症。对啊。这个人都没有关注我，就在这里带节奏，拉黑你，拉黑了吧？拉黑，确认拉黑了。这个叫小石的宝宝们，这个叫小石的都不是我粉丝，在那里单推的，像有病似的，哪有不关注我的单推？不就是这样的。我在咬我的捏被子。这个假的他没出来说话，我就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干嘛的。我看看啊。哎，这假的也没关注我，果然是个假的，拉黑。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说明什么？你们老是被这些人就是带了节奏了，然后就容易相信他们。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现在看的力竭了，我都。至少我是真的，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你怎么盖上被子了？干嘛？哎呦，你让我难受。这是吗？你闻一下，都是香的。把它拿走。哎呀，我不行，快点，不差这1-2分钟的，不差这几十秒，快点。啥意思？那我站在边上好了。你不要这样吧，快点嘛！我不要呀，我要1秒钟的事情。我不要。你要上哪去？站一下墙。对吧？就是这些人都是喜欢带节奏的，就希望我们能过得很差，希望可以成功的挑拨到。又咋了？他说就是这样的日常，多甜啊！沉默了。那你把它换掉，快点。我跪在这里。是的，真该休息了。其实大家明天还要上班上学呢，对吧？你确定你要一直跪在这里？呀，明天还上班上学啊？对啊。明天调休啊？对啊。所以说这样子也很感谢大家了，就明天还要上班上学的情况下，还要给我们那个直播，太让人感动了。还能在我这里跟我们辩论。当然了，我也要邀功一下，我也实在很感人，本来肚子还特别疼，包括我们周周同志。哎呀，烦了你！不能说同志，包括我们周周。你要是包括周周，你要这么说，对吧？就大家就是2个人带病，再加上粉丝。你跪在这里吗？
就再加上粉丝，就是说明天要上学上班的，双向奔赴，天哪，要哭了。即便有人在中间挑拨离间，都没有把我们给分开。说不定马上分开了。不会的，我相信大家。怎么会呢？我相信大家今天听完我们说的话，一定会回心转意的。对啊。然后我们这个队伍就壮大起来了，然后大家跟那个产出，该画画，该写字就写字。那个音乐会现在马上有100个人加入，我这个直播间有这么3000个人，马上里面抽出100个人加入音乐会，可以做到吗？对啊，然后马上就我们也做出改变，对吧？工作服穿上。因为我没有工作服。你没有工作服啊？啊。只有我有工作服。你工作服呢？我没有工作服，都是我穿的是抹布。那你抹布穿上。对，抹布穿上。你又盖起来了！哎呀，我盖的腿。好了。感觉就是1年内跑了不少粉替我们着急，这个事情我已经讲过了。其实就是有想过这个事情，不管是单人还是双人，肯定是会流失一些人的。所以我说了，患难见真情，在这个比较难过的日子里面，还会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这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事情，对吧？如果说我没点自信的话，一开始也不会做这个决定了。大家要自信起来。终于做了这个决定，什么人说我都不介意苏州。你看，把这几个假粉丝拉黑了以后，整个弹幕都干净了。清清爽爽，这样不好吗？对吧？以后大家就是少看那些就是抖音上那些小孩发的一些评论什么的。对啊，你看那小孩发那些什么出坑什么干嘛的，都跟神经病似的。我都想到一个特别神经的，你们说这种话能听吗？我想到一个，我能说吗？就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你别问我能不能说，说出来又万一又不能说了，然后是我同意的。你就不能跟我共患难一样。那你讲吧。这个事情我跟你讲过，就是说他说他自己是 CP 粉，然后觉得我们2个发糖发太多了，他要脱粉了。哦，好像是听过这么一茬事儿。我是美化了说了，他用词没我这么善良。你说这样的人话，你能听吗？我发现了，我身边得要有熟人，我才能冷幽默。啥意思啊？你说我吗？我是说我们俩人都对啊。咋了？熟人都不能说了？亲人行了。我找茬都说不出这样的话，说我这个直播间只有3000人，太少了。可是这是电台哎。那我也没办法了，我就这么几根粉丝，那没办法了。这也要怪我。对啊，总共就这么几根粉丝，以前电台也差不多这么几根粉丝吧，只是你们被那个就是说进出的那些人数给迷了眼了。咱们看点真实的好吧。那我粉丝很少，我粉丝就很少，没办法。对啊，我们看点真实的。我粉丝太少了，没办法的。其实大家看了那种真实的数据以后，指不定在哪破防呢。就说这句话的人啊，谢谢归听眠的跑车。谁关心几个人认真开会？你好搞笑。我觉得你这不管别人人多人少吧，你这比来比去有什么意思呢？你人生这一辈子都在比，但实际上你跟谁比你都没用。与其这么比来比去，不如做好自己跟自己比。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们就正常跟大家聊天，又不去打 PK， 又不去连麦的，那在抖音上不引流也很正常啊。对的，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做了这些事情，肯定又有一部分人要跳出来说了，还记得你是 idol 吗？我说我记得。那你直播间没人？那你还打 PK？ 你直播间没人，你不能去打 PK 吗？你看这左右脑互搏。对啊，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不打 PK 的情况下，已经过去了1年了，还能有这么多人能关注我们，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事情。非常感恩大家，是的，感恩大家还能为了我们争吵，说明什么？你们太在意我们，还是在乎我们的。对，你看，哎，你想想，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想想，按照这种情况下，那黑粉什么的早就没了，对吧？那现在还有那些黑粉过来反串的，请都请不过来，我跟你们讲，不用发工资都来了。确实，人家这种直播间的黑粉都是发工资就过来装的。对啊，他都是真实的，都免费过来给我们带流量，这多好啊！免费过来给我们装样子。想想现在这个情况，对吧？还有人免费过来帮忙的，其实也是蛮可贵的。我现在在外面什么东西都要给钱，不给钱不干啊，是吧？所以我现在选择什么都自己来。也是扎心了，怎么又说回来？突然想起这个很伤心的事情。你就圈钱，我就圈钱。我又没打 PK， 也没跟你们要礼物吧？说，我在这等着。3、2、1，嘉年华。说实话，我要是真的圈钱的话，我都没有我就不用每天焦虑自己吃不起饭了。我有这样吗？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有要过什么礼物干嘛的。是的，我也是。我摸着自己的良心说，真的开玩笑的，那肯定不能算吧？对啊，我摸着自己良心说，就摸着自己良心说，从来没在这里跟你们要过什么。我发誓。哎，谢谢小猫的跑车。主播是什么赛道的？主播是那个陪笑的赛道。你在陪笑，谢谢入位。这些人都是没有关注我的，还要看我直播。谢谢呱呱的跑车。脸来要，啥意思？把我说的好那个啥？他以前总选都舍不下脸来要，也不是。说实话，哎，谢谢。真的是那个时候啊，也是状况所迫，真的是没招的。那时候确实啊，也没有说跟真的要什么。这是哎，你非要说这个话，那确实啊，确实没有说真的是。但我记得那个时候不要，大家也会焦虑。对，不要也要被讲两句。对，谢谢杨。因为太卷了。因为太卷了，然后我不说要的话，然后粉丝就会骂我，你不说。也是破爱。对啊，那时候也没要过好吗？谢谢月亮，会说我会被骂不上进，被骂会给那个哎。谢谢十四姐姐，谢谢 Bibo， 谢谢喵喵，谢谢小青宝宝，谢谢谢谢月亮的跑车，谢谢宝宝，谢谢小高的跑车，谢谢谢谢纯纯的跑车。好的，回这是感觉现在有点那个，哎。谢谢喜意的跑车，谢谢小猫的跑车，谢谢小卡的跑车，谢谢小鱼的跑车，谢谢大家。我这里那个雪中送炭了。我现在这里翻译全是你的谢谢。啊，是吗？我还圈，一会儿又说我圈，一会儿又说我那个。谢谢日安的跑车，谢谢小易的跑车。哎，
有人说我们俩除了演出还可以说相声，挺好玩。谢谢跑得贼快的跑车，谢谢小 H 的跑车。我怎么这样？我跟他说，他说我们除了演出还可以说相声。我们俩这么认真，他把我们俩当小丑。对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想把这些事情什么说太严肃。我是一个这样的人。谢谢不气，谢谢宝宝呼呼。双手大家，谢谢宝宝们，谢谢 HES。谢谢 MWYZ 的跑出，谢谢 HES， 谢谢 HES， 怎么开始谢谢，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谢谢大熊猫，谢谢金鱼，谢谢索拉的礼物。有人说让我们俩每周打 PK， 这样也算双人直播。哇塞，谢谢大熊猫的跑车。那也是，真是饿了什么都吃。对呀。谢谢土豆豆的跑出。我在等他说话呢，我再拉黑。谢谢沙不沙沙的跑出。漏了个吱吱，谢谢知不知的跑出，谢谢小六的跑出。谢谢宝宝，谢谢宝宝。看着好心酸啊，人生嘛就是这样起起伏伏。我觉得大家都要接受这个状态。我老觉得我没有生气，我真没生气。我老觉得就是说，现在怎么样过得不好啊，或者怎样的，或者是觉得现在有点累累的什么的。但想想自己现在也才20多岁，我在这儿感叹什么呢？等到我以后老了再说吧。老了肯定会回忆现在自己，就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儿。确实，我们只是宇宙里的一个尘埃，这些都不算什么事的。我们要活到120岁，谢谢脑袋空空的跑车。活到120岁，现在才20多岁，还小得很呢，是吧？你别把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小小的一尘而已。对啊，不在意大家就不会讲这些事儿的。谢谢仙气飘飘的跑车，谢谢唯一，谢谢宝宝，能忘吗？谢谢索索。谈恋爱就别当 idol 了，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跟粉丝们一直都是这种关系啊，就是大家也没有说什么呀。在说什么？就是说，我跟所有粉丝就是什么讲的。我觉得他这人是不是他给自己粉发糖吧？不知道，也不是，是因为我之前也看到过这样的，我还没圈够，好吧，我拉黑你了。我知道他是个黑粉。呆呆在吗？在啊。闻到狗屁味啊？没有啊，是小狗的味道。谢谢玉麒麟，谢谢兰兰，谢谢小薇，谢谢玉麒麟，谢谢宝宝，谢谢小蓝宝宝，么么么么么，谢谢小薇宝宝，么么么么。谢谢盘丝豆洞主的跑车。都退生物圈了。哇塞，你这个讲话还有水平啊！呆呆老放屁。谢谢日安。拉黑了。谢谢盘丝洞洞主。大家今天洗澡的特别可爱，谢谢水谁，谢谢你，谢谢我的喵喵宝。反正呢，怎么说呢？我说的是所有人啊。直播间弹幕差别好大，啥意思？今天糯米都涨价了。直播间弹幕怎么样？差别好大。说不了，直播间弹幕差别很大。现在挺好的呀，你那里还有病啊？还没治好，我来给你治。没有啊，很正常我还以为是你那边的病没治好。那我刚刚这边刚治好一个，现在已经出院了。谢谢流星雨宝宝，谢谢宝宝。
记事本上面的审美啊，这个我会跟他讲的，这个我会跟他说的。哎呀，主要是我知道一些小小的事情，就是反正有人跟我说啊，咋了？没事。你笑嘻嘻的干啥？不能笑了。谢谢刘星宇的这个抖音号，谢谢刘星宇，谢谢你宝宝。正常感谢啊，没有在圈的意思。神经病吧你？干嘛？你没事吧？对吧？有人给我送礼物，不说一个谢谢吗？谢谢敏洛。虽然你已经20多了，但是宝宝们，我愿意为你们两个做 MMR。MMR ASMR 好了，马上大家要睡着了。MMR 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 MM 豆。是萌新的意思，但是它是萌新。萌萌人，哇，好可爱啊，萌萌人。谢谢 Rock。今天偶遇了我今天根本没出门。谢谢宝宝，是宝宝波波。谢谢 PAKKI 的跑车。你在抖腿？没有，我都感觉震动了。有个蚊子。谢谢 DK， 谢谢 DAWN。谢谢小宋的一周的跑车。说到尾声了，马上放那个难忘今宵了。谢谢 Papi。你这是回家。我就是放这首歌。我不饿，我真绝食了，不跟你们开玩笑。不是我不想吃，就是单纯的就是没胃口。变成蚊子就能靠近吗？你真不吃吗？可以吃，但是我不饿，意思就是吃不进。你会饿的。不饿，真的一点儿不饿。真不饿。我不想一个人吃饭。我没说让你一个人吃啊。但我不想只有我一个人在吃。干啥？我只希望没有吃牛。谢谢小宋。那给你吃，我还没吃呢。我们很快就要下播了。说完了吗？我觉得已经说完了，差不多了。说的我很混乱。哎呦，你小心给我给直播关了。别打 M， 我说的很混乱。你就不能把这衣服换了吗？我马上换了，但一会儿下去你不还得换吗？非得折腾我干啥呢？我年纪也不小了。你没事吧？对，我的衣服换了穿干什么？我平时直播，我以为我已经很幽默了。谢谢蓝莓波波的跑车。江苏人口音是这样，我讲话哪有口音啊？我讲话很标准啊，很标准。没有，你讲话很黏糊。谢谢大 M 的跑车。我不觉得。你非要我这样讲话是吗？王毅啊？我说你非要我这样讲话是吗？是的。什么事？你喜欢这样的感觉吗？我不喜欢。我没有口音啊。为什么说我有口音？因为你讲话有那种腔调。什么腔调？黏黏的腔调。什么腔调？就是而且你以为自己在一本老正经的讲话，其实你还是有口音。不可能。
是我讲话什么？让我想到有一次我很久没开电台了，有一次看电台粉丝说这里怎么有小孩在说话？对啊，你就是小孩。ALIS 什么什么？我讲话也很黏糊吗？那完蛋了。老师说我讲话很黏糊，所以容易唱歌词唱不清楚。我觉得你讲话不黏糊啊。但我觉得唱歌词唱不清楚也是一种特色啊。刻在我心里的名字。还有什么歌？你侄女在讲话，你烦呢？侄女？他说我像他侄女在讲话。哦。是啊，还有什么歌来着？刚刚有人说以后就这样直播好吗？行吗？那么严肃干什么？你是我教导主任啊？你是我领导嘛？不是口腔空间没打开，他是说我的嘴皮子比较放松，说我的嘴皮子需要就是能多说两句吗？你想动一动。因为我觉得是江苏人说话吧，就是讲方言，嘴皮子就是不咋动的，都是口腔里面直接说话的，因为都比较平，不像那种北京啊，然后东北人啊。或者是哪里的，就是讲话就是会有那种拐弯，所以嘴皮子需要就是动一动。那我以后就这样说话。你学学北京人说话。我学不来，我说不出来。今儿个。然后呢？学小呆不呆？今儿个带俺们几个粉丝儿。这是北京说话。我不知道。俺们几个粉丝儿，金人去吃点早饭豆汁儿，去吃点早饭。哎呦喂，您嘞来啦！粉丝没有儿化音。粉丝吃点早饭。哎呦喂，还有呢？喝点豆汁儿。喝点豆汁儿，吃点小葱拌豆腐。你在说什么？吃点小鸭够燥的。看不准了。您今儿个嘛去啊？这个比较标准。地道的北京人。北京孩子。谢谢椰子狗猫。椰子狗猫是什么东西？椰子猫狗是不是？谢谢椰子猫狗。谢谢您嘞，谢谢您的打赏。谢谢您。谢谢。有人的捧个人场，没人的捧不对，捧个人场。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谢谢阿苍宝宝。怎么没露脸？因为今天不适合露脸。我们俩再这么说话，北京粉丝要被吓跑了。没事儿，是吗？本来就没几个北京粉丝，吓跑了，跑2个。没事儿，本来就也没几个粉丝。那这样就不是北京话了，没有儿化音了。粉丝，他说粉丝没有儿化音。来到天津卫呀，别的咱不会。西安人的什么西安人怎么到西安了？不吃火锅，西安人霸王龙宝贝什么不吃泡馍。西安话的话，我只会唱这首歌。啥意思？说北京粉听完去享福了。去享福了？为啥？我不知道。我对啊，一直上才艺，是才艺主播。谢谢
小咩咩，谢小咩咩，谢谢雾中少时的跑车。我只看大宅门的时候学的几句北京话。河南话。天老爷来了。河南话不知道怎么说了，忘记了。能小妞真嘴儿。谢谢逗号句号感叹号。谢谢雾中少时。对啊，大宅门很好看啊。进阶。那小妞真劲儿。鸟我。我说什么了？我干嘛了？你手放在哪儿呢？你脸蛋子上。我俩适合讲相声。这女儿真乖。我跟你们说，我跟熟人都可以讲相声的。感觉被小学生骚扰了。我跟熟人都可以讲相声的。枪一立起来。只是有的时候观众太多了，我就发挥不出来了。什么意思啊？啊？你呀？对啊。你不经常被我弄逗得笑得不行啊？啊，天天跟我讲逗得被我笑得捂得肚子疼。那你关键时候发挥不出来啊？对啊，我就说有的时候观众太多，我发挥不出来啊。那观众只有我一个有什么用啊？谢谢当当的跑车。没有啊，有的时候朋友也是有观众的。我每次给你都录下来了。是吗？但是也发不出来。是对呀。你允许我发出来，我就发出来。这事情没有允不允许这一说。什么意思啊？对，我也觉得我的幽默一般人理解不了。那不就是不幽默？你以为你这话说的很幽默吗？对啊，逗号句号感叹号相知。不会啊，我咖喱杠。你在说自己家乡话？没有，他说闽南语。哦，闽南语啊。我咖喱杠。谢谢大帅蛋的跑车。谢谢当当。会不会讲四川话？会啊。瓜娃子，瓜娃子，瓜娃子，哎不哎瓜娃，哎不对，就是这么说的。老妹儿，今儿个晚上俺们吃哪有蛋炒饭？蛋炒饭不是好话哦。瓜娃子，还有什么？乖乖，说了很多了已经。河南话了，那不会说河南话，河南话。为什么要在这说方言啊？我突然跳出这个情景，我请问为什么要在这里说方言？我帮你讲，因为好饿。那你谁饭啊？谢谢你，谢谢 MY 的跑车。那你反弹。内蒙感觉很冷门，我这不是在给你们是蛮冷门的，不是在给你开会议吗？这会议不结束，周周不敢走了。确实，大家今天就是说这个 MY， 就是还有人就是有意见嘛，不管是谁，所有人艾特所全体成员，艾特全体成员在吗？谢小199，所有人在吗？黑风雷，黑风雷，要不要抽空先点个菜？不用了，我已经打算睡了。啊？真吃不下，不饿。你刚刚说什么呢？不是这种陪法。你这样我也伤心了。你这样我就告状。什么叫我不会多怼了所有的问题？谁怼了？喘口气吧，小大人，真心很贵，别肥，逢人就给。是的。听到没有？都有人这么说了。艾特全体成员，对呀，我跟你们告状，我跟椰汁哥告状，你不陪我吃饭。哦，你在跟我说话呀？我一下成你敌人了。谢谢199的跑车，会开完了，一下，
你是我的同伙，我是你的同伙。我举报你不吃饭。他们说这是你的事，关我屁事。哦，感觉一晚上会白开了。真假的，这样伤我的心啊！这像不伤害我吗？没心没肺活得不累。是的，但我就是一个有心有肺的人。你这样把我说成什么？刚想说我就是觉得自己活得不是特别累。我觉得我活得很累，你就说是不是吧？你作为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你叫我同伙。哦，你作为我的同伙，你说我是不是活得很累？你这活的是挺累。我是比一般人活得都要累。你向我学习一下。我也现在很羡慕你。让我学习一下，把那个心胸坦荡一点。你意思是我心胸狭窄？不是这个意思。手心手背什么？手心手背从不站队，子女不和，哑巴无罪。说谁呀？哦，12点了，谢谢花花。总结一下，你让那个豆包给你总结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总结了。豆包一定能说出我们的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好了，差不多了，我已经讲完了，你呢？差不多，咱们就可以下播了。谢谢。然后，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一直都是把所有粉丝都是很放在心上的，希望就是说，就是在我这里，就是对于我，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就觉得我有在偏向什么，好吗？大家都是为了生活，现在活着也不容易啊。是呀，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一下，我们也理解你们，你们也理解我们。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别急，你别急，你急我也急，谁不急？对，而且就是我也意识到，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我虽然是一个易燃的人，但是也是一个内心特别脆弱的人。这段时间现在才意识到吗？我一直都知道啊，只是我表达给大家听啊。我觉得大家，哎呦，吓死我了！干什么？大家真吵！干什么？又来了，双 Q 来了，宝宝。敲着锣打着鼓就来了。不，双 Q 了。哎呦，他说叫我同伙也要吃饭。哎呀，咋啦？呆呆把窗帘拉开了。哦哟，人家就开了一丝缝，你都说他。谢谢大帅蛋。没有，刚刚他隔壁那个直播特效声音太大了，把我吓一跳。闪亮登场。哦，然后我刚刚说到哪儿来着？给我打岔了。你说你是个特别脆弱的人。哦，对，我是一个特别脆弱的人，所以就是拜托大家这一段时间不要给我太多的压力。虽然说粉丝是粉丝啊，就是拜托，也不要跟我说特别难听的话，我真是听不进去。其实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听到特别难听的话，就是生日会的时候，就看到别人骂我，也就以前粉丝骂我，也是不小心点到的。也是不小心看到的，实在是无意点开。但是呢，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难受。后来就是本来想很气愤的说一顿，然后歇了一下自己就好了，就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对，像你就是歇一下就好了，我是会馋死自己的那种情况。我的手机都没声音了。就像我自己，我会把这些很负能量的东西缠在自己身上，关键我还就是说有点排解不掉。我跟你们说，我今天直播的时候甚至脖子上还挂了一块木头，因为大家说木头忘我。不说木头哪来的？是你他们知道的呀。我的麦还没声音了，怎么办？就是对我就是很容易内耗。
我也不是不内耗，只是我又修复了。就我无法快速修复自己，现在又觉得自己是个小尘埃，没事的，骂就骂吧，反正我也只是一个尘埃，我就当自己不是周时。主要我有压力的时候就难以排解出去，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一下吧，就不理解我的话，我就会特别伤心，好吗？现在有了，而且我是那种反应很慢。不是，只是我需要一个，我可能现在没啥事，我内心需要一个东西支撑自己。少看私信，哎呀，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无解的东西。你看嘛，就是我其实大部分时候大家都是需要就是在私信里面跟我沟通嘛，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在群里面跟表达给大家呢也无法表达，因为我觉得群里一些人是不会看的，然后所以我只能通过直播，但直播呢又觉得有些人又会觉得就是说毕竟这是一个公开的东西，我讲了这么多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只能就是说可能我就看上去好像不神奇，是因为我反应太慢了。怎么说呢，跟那个闪电一样，就看情况嘛。人肯定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好的，对吧？我不会做害自己的事情，不会做害自己的事情，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这一辈子在受窝囊气，怎么能这么说呢？用钝感力跳过这一次。群里是在哪里？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在群里面嘛，所以我说的话也只能通过直播里面说了，就暂时是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我当然也知道有很多人是无法理解我的，就是然后也会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就离开了嘛，对吧？就上个月我也多多少少能知道一些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缘分到这儿了。当然我也希望就是大家不要看一些就是我的一些比较负能量的东西，我是说表达一些我负能量的东西，很容易被影响。后面才知道自己手机受伤了。希望刷到的话就刷走就好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说的有些话，但是没人理解的话，我就觉得然后也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吧。像一些比如说虽然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就像大家说没有人帮忙啊或者怎么样的，没有人做数据啊或者是说产出啊什么的，希望就是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努力抓起来吧。哎呦，就说到这里挺无解的。啥呀？你说什么做数据阐述什么，你说也没用啊。谢谢南风的跑车。对，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就而且也不是他们的事，他们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对，所以嘛，就希望现在在为我们为爱发电的人，谢谢游离线的跑车，就是正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吧。然后就是其实一直很感谢就是一些线上粉一直做这些事情支持我的，然后支持我们的，我就觉得因为这个也是需要花很多心思的嘛，感觉正好趁今天这个机会大家都要动起来，然后呢你不动的话你可以不做，但是你别耽误别人想做。谢谢游离线，你们觉得呢？对吧？然后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只会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需要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对啊，真心希望我们好好的，我也希望大家好好的。
我们之间零个人希望不好，你们懂吗？谢谢 W666。肯定也有人在中间希望不好的，大家要这个双眼擦擦亮，你们的眼睛要亮，要擦亮眼，知道吗？对呀，大家有看到物料了，有看到他们有产出的人也要多多支持。到底收了多少黑心留言？那是可以说是相当的多了。谢谢谢公子的飞机。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与其说现在不知道该干嘛，我不知道点到什么了。与其说不知道干嘛，还不如就是说现在再累积一下，然后，对吧？现在组织一下、累积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对不对？谁又包饺子了？我又包啥饺子了？我从小到大都不咋吃饺子，老说我包饺子。不是话都说完了吗？说完了，这不是扯点别的吗？木头没说过吗？我怎么记得说过？就是之前是啥时候来着？然后他送给我了一块木头，就是我之前脖子上戴的，去年的时候收到的吧。因为我别的认识的朋友也说，就是我可以多戴戴木头，就这样。又是我反驳，我连说我包饺子我都不能反驳了吗？我真不会包饺子，我连面怎么和我都不知道。对的。我不是那句话，我没睡着。谢谢小雨的跑车。免费黑粉哦，好的好的，已经有点懒得再拉黑了。你觉得要说这个事儿吗？你要怎么说呢？我想一想啊，你看啊，这是谁啊？哦，我不知道啊。你看，等一下，你送上。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啊，但说实话，那你要怎么说呢？就是很难说呀。哎，我觉得今天要说的话就彻底说完吧，这样以后就不用再扯这些事儿了。没什么，就直接说吧。然后刚说到音乐会和对接这个沟通的问题，既然说都说了，就感觉互相的立场还不太一样吧。然后平时沟通也非常少，应该几乎就没什么沟通。然后我跟我们自己本身也不太了解
对吧？不太了解什么呢？不太了解 CP 音乐会啊。然后呢？在吗？我感觉他们都没有来过直播间，对吧？我反正没怎么见过，要说就一块说了。在的，他们在哪？这不是一个人啊，是在的，你又不是。我要喝个水。因为本意是想说这个，没有沟通，这个没有人组织的事情，然后呢，现在又说到这个沟通中间有问题的事情。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有时听不见，可能是我网不是很好。对的，我这网络不好。我觉得，如果觉得有什么问，我觉得发微博很激化矛盾，我们还不如直接说开了呢。啊，我卡了。好了吗？好了好了。卡了一下，应该是刚刚那个隔空传送了。是吗？所以在吗？如果不在的话，那就也没办法了。刚刚有人说在。我觉得正好大家都一起倾听一下问题吧。对，我看一下 CP 音乐会，上次给我发私信都是25年的事情，后来就再也没有给我发过私信。我就想知道，就是反正这现在就是正好在说这些事儿嘛，就一起说掉呗。因为我就是中间没有任何沟通，没有任何信息的传达，我都不知道。人家 CP 音乐会可以直接给我发私信啊，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给我直接发私信啊，只不过实在是太不熟悉了，对吧？就是有的粉丝会每天都给我发一些消息，但是呢，音乐会的人这么不熟也不对吧？你说说呢？我不知道是啥。你看公告说解散了啊？现在吗？不知道啊。对啊，没有必要怪音乐会，音乐会很不容易啊，很怎么说呢？我感觉只要是帮我们做事儿都很不容易，只是说现在有这个对接沟通的困难，反正现在说一下。在招新，好像就是说一直招不到人啊。对啊，所以刚刚才在这里宣传。反正今天本身就是在直播，
说这些事情的，那现在一次都要说掉啊。今天这个直播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吗？25年就在招人，一直缺人。这又是谁呀？在哪里啊？这个人也没有关注我，也在这里乱说。又开始了，他晚上开始活跃了。我会早点睡觉的。在他们说，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有什么事儿，确实可以跟对接沟通，但是有时候也是可以给我们2个发，对吧？有什么事儿，但是我们都没有收到过。最近吧，做7做8还要被骂，是有被骂吗？谁在骂？我感觉现在都没有什么那个。大家不都说了吗？都很平淡。我觉得总有很多不好听的声音的。我觉得就特别是音乐会这些东西也是会比较难做的。毕竟现在说是这么说，给大家宣传多来点人，说这来100个人不过分吧？但你说之后能来10个人去就不错了。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不看私信吗？但也不是一整年都不看呀。对啊。而且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有一种像是我们在对不起所有人的感觉。就是大部分时候大家给我个人一种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是有需要双人应援的地方吗？你这话说的，你就只是一个 staff 是吗？你就说平时你不是粉丝，你是个 staff， 你不能这么说吧？你这话讲的，真的我也有一些语塞了。你怎么？你不是最能说的吗？我现在说到扯到这方面，我就有点语塞。确实，因为是拜托大家帮我们做事嘛，我也没办法要求，我不会是要求什么。但是你们也是一个沟通的桥梁嘛。如果是私信，你们也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反馈。你是应援会的人吗？我看你都没有登盘，你是吗？这是吗？是他是吗？但是啊，可是如果说真的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完全就是我们比如说跟我们对接沟通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问题就是这整个阶段目前都没有收到过吧？对啊，最多就1次2次吧。然后粉丝突然今天就是说暴到如此之地步，也是我们早就是我早上我姐姐早上收到了告诉我的。对，这中间好像没有特别顺溜的沟通，没有及时给我们，就是因为我觉得音乐会应该有一个沟通的作用嘛。就如果说粉丝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说如果说心里面埋怨比较深的话，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已经告诉我们了？当然不是在怪任何人的意思，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需要忙，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说给我们发一发消息什么的，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对，就是可以好好的中间起到一个沟通的作用，但是不是要求你们非要帮我们干什么，只不过说这样是不是会更好呢？所以这也是说大家就是说不知道如何沟通，如何就是跟我们反馈一些问题什么的。正常提意见了也没见我们实施，说实话我们意见的非常多，然后呢什么坏的什么样都有，但如果是我们直接收到比如说是音乐会的负责对接的人的消息，是不是可以更顺利呢？对吧？就是他们是比较能够代表粉丝的意见的人。
我是想到这个事儿，因为正好今天确实说这个沟通不太顺利嘛，耳机没有下文。啥是耳机没有下文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懂。但这种事情嘛，一直都是没有下文，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后面应该是所有人都已经换掉了，还是怎么着？反正是应该是从那件事情以后，就是说就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吧。倒也不是说因为我们离开原先的那个地方导致现在这样的，是刚刚那有人说是被拉黑了，然后来我这儿的。你看吧，我很难分辨粉丝。啥叫被拉黑了来你这儿的？就刚刚我回了一个人消息，下面说被你这边拉黑了，来我这儿了。哦，那肯定他说了一个不好的事情，然后我给他拉黑了。对啊，你看，所以说我没办法分清这些就粉丝之间到底是好的坏的。但是呢，音乐会肯定是好的呀，对吧？我觉得是有这个事在，你懂我意思吗？对，这也是一个沟通渠道，因为刚刚一直在说没有沟通渠道。因为之前我记得就是我们也会意识到一些问题嘛，然后希望就是让对接跟就是沟通一下，然后呢，然后也没有然后，反正现在就是想多沟通一下。沟通什么我已经讲过了。刚刚粉丝也说没有渠道沟通，这不是有渠道吗？只是没有用上。情人节什么共创啊？不知道哎，是不是被隐藏了？我也不知道，没有动过哎。现在说到这停滞了，讲不下去了。对啊，因为这次不就是这个沟通出来的呀？哎，要不我先关一下。咋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说现在讲到后面也不知道说什么了。你就关了，关了那我也关了。关了你这边继续讲呗。用我这个号讲。对啊，宝宝们，我先在这里下咯，因为我撑在这里有点累累的。你想歇了？对的。而且肚子又有点疼。我等会再去吃个止痛药吧。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啵。怎么说呀？咱们怎么说呢？你们觉得呢？这样的沟通渠道是不是比较合理？好了，我先挂了。有点理解了。有人吗？我也理解了。之前都是通过 QQ 和对接沟通，就没有用官博私信。不管官博还是你们私博都可以私信，但是也不至于一年什么都不发吧？你们觉得呢？我是这么觉得。出来1秒被骂了，不许骂音乐会，谁也不许骂音乐会。我现在护着音乐会行吗？谁也不许骂。我只是想沟通一下，如果就是音乐会跟我们熟一点，然后有什么事经常给我们反馈，直接发给我们看，也是可以的呀。然后有什么特别需要沟通的，就给对接发。然后有些消息不至于闭塞，对吧？啥叫还不是之前寒心了？啥事儿？他们老说耳机的事，那过了。对啊，对吧？我现在不许骂音乐会，音乐会太困难了，又很累，又要被骂，那就没人干了。现在就是说，现在沟通的渠道，大家觉得没有沟通的渠道，那么沟通的渠道是不是就是有这么一个方式？这样我们两个也不用说看这个粉丝又是装的，那个又是假的，对吧？都不信息太大，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早点沟通完都不会有这么多事儿。对，有时候可能早一点沟通的话，就不会闹的，就是比如说大家情绪都上来了。
比如说一开始说有一些大家有些不满意，然后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了，然后有这么一个渠道了之后，就不至于闹大家所有人都不高兴了，然后我们才知道。嗯，每次一有事情都立刻给对接沟通了，就是刚刚不说了吗？跟对接沟通的时候，有的事情，比如说，中间有一点这个沟通的误差，你们的角度也不一样，然后直接给我们发，你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干什么的，直接告诉我们，不就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快呢？而且也不用说敢把自己当成工作人员一样，我觉得。而且又说招不到人，然后我们就今天给大家宣传一下，求求大家了。哎，肚子疼。咋了？肚子疼了？我床头发现我有好多止痛药，给你拿一个。等会儿。你要不先吃吧，别等会儿了。你先帮我看着弹幕啊。那。对啊，只要说开了就好。哎，反正今天就把什么事儿都说完呀。你看你在这求营业就很变味，你求然后我发，那我发的我都觉得很难受，感觉好像是就是被要求过来很那个很就是商业味很重啊。哎，说到这里有点停滞了。怎么说呢？卡在这里有点尴尬，确实可能是真的没人吧。那怎么说？遗憾离场了。你要遗憾离场了。可能这里人太多了，不好意思说。你看吧，这时候就是可以给我发呀。哎呀，大家你怎么醒了？对，我觉得音乐会不需要把自己就是讲话讲得很官方，然后有事儿才能说两句。你有事儿没事儿，有一些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都可以沟通。你看现在都跟我讲话老官腔了。谁啊？就是艺人会的人。反馈信息也不用反馈信息说的这么官方，就是说就是你们最近有什么事儿啦，大家有什么想法啦，就告诉我们一下这样子。然后对啊，不用紧张，是吧？你看，就是太不熟了，就讲话之间我讲话很陌生。明明音乐会肯定是喜欢我们的人，对吧？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这个沟通这个渠道不就解决了吗？是喜欢吗？确定吗？啥意思啊？把距离拉近一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把距离拉近一点。三方会谈啥意思啊？不是官方既然承担了这个职责，想正式的进行，而不是用随便的态度。如果作为粉丝来，就会比较随便，就是也不是随便和特正式吧，就是有啥意见，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直接跟我们俩讲，不是说有什么大事儿发生了，然后再过来说通知一下，然后说一下，也就平时有事儿没事儿都可以讲一讲。因为有的事情在小事的时候就可以先说，先把这个火苗浇灭。线下认识议员会评下吗？不知道，这2次没看到吧？应该吧？你之前可能见过，就以前见过，就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见过，应该就见过几个。呀，吧唧嘴呢，呆呆。哎，可爱呆呆。哎呦，小脸睡得烂烂的。决策。音乐会竟如此卑微，没有要卑微啊。没有要卑微啊，只是大家现在不是在等待，就是说回复的机会吗？只是说今天正好这样一点儿不卑微啊，我觉得很在平等的沟通啊。今天正好有沟通渠道，不然平时你看这沟通那不畅的，那不如直接沟通呢。也不用很谨慎啊，谨慎啥呢？我们两个又不是什么，我感觉我们俩好像就是酷霸王。小狗要早睡。反正我就觉得今天说就说了嘛，就是以后议员会也是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然后有需要互相沟通的就去跟对接说，然后大家平时什么反馈告诉议员会之后，议员会可以筛选完给我们两个说。这样的话，这个方式是不是你们前面好多条都在说沟通问题？那这个沟通问题是不是更好解决？然后缺人的话，大家也知道了，对吧？然后可以就是也可以再支持。需要线上面试吗？这也不是我们来面啊，还是面试吗？应该不用面试吧？
我觉得你到此为止了，感觉。我觉得如果同意的话，我觉得就以后就这样就行了。如果说同意不？没有办法，就是那个话，那咱也没招了，对吧？就是大家也知道了，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已经想尽办法，就是说解决无法沟通这个问题。大家也看到，我们就是有什么事儿都直接说了，已经想要各个方式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以后也就不要再说无法那个沟通这个事儿了，对吧？好了，到此为止了，宝宝们。12点半了，今天不知道沟通多久，我瞅着的脚都凉了。我就想睡觉了。可是我还没吃饭，我们俩都没吃饭，我们俩只喝了一下我妈妈煮了一个红豆汤，我们晚上就喝了一个红豆汤。困了。谁的手机？我的。你困了，那你就换衣服吧。你就这样抛弃我一个人，让我一个人吃饭？没有啊，我在你边上。呆呆肯定会跟我一起吃饭的。呆呆吃饭，你不要骗他。我会给他吃的。好了，我要下线了，宝宝们，我累了，我力竭了，一力竭，语言都组织不出来了。我感觉能说该说的我都说了吧，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我很害怕吧，下了播之后又说有问题，我就承受不住了。所有问题我感觉我都已经提供了，我都已经说了。然后大家互相之间也别骂哟，别骂这骂谁骂谁，这骂来骂去的这个精力还不如多支持我们呢。你们看音乐会也没人，产出也没人，你们这稍等一下啊。好，我等。听到键盘玩车场外，我一个人在等待。向前向我那个都听到第二期才知道你唱的啥。唱太好听了，这种唱太好听了。你这样说我吧？没有，我怎么会说你呢？向看向后向前看，爱要等几个晚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未来？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来了吗？在多远的未来？怎么都跟我晚安了？刚刚音乐会说等一下，大家要跟你晚安了。大家是不想听了，就这样吧。我很害怕，我现在说话都要给自己加十个那个标签。新月便利贴，还点上歌了。一千贴近你的心，你关心我关心，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等不到上次做流星雨洒满天际，有点燃就只旋律棒代替。最灿烂不一定有许多，但是黄金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到底还来了吗？给你唱爽了是吧？没有啊，什么叫我唱爽了？醒醒！你唱睡了是吧？对呀，摇篮曲唱的太好听了，给我哄睡着了。可以上浪姐的，他们说。哇塞，我还没到30。啥意思吧？连我几岁都记不住，你是不是我粉丝？谢咕噜。到底来没来？没来，我要下线了。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还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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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兰兰宝宝。我去换衣服喽。你要睡觉啦？对呀。那我也不吃了，
睡觉吧。你呀，你吃呀。我吃了，我也不吃待在了。床边，我要喂你，我吃。我不吃了，为什么？我不想吃了，为什么？我已经不饿了。真假的？谢谢 W666。不要是因为我承受不起。不是因为你，我就是看今天直播播饱了，睡觉了，拜拜。我要把自己饿死。你在说给我听吗？没有，我说给所有人听，要把自己饿死。你不是说你已经不饿了吗？我他们说私信啊。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你要这样看我？看你太好看了，看傻了，看痴了，我看呆了。你再多说大声点。词穷了。拜拜。你已经没事了吧？我很害怕，周周很惶恐。卑微的是周周，卑微的是周周才对吧？我很害怕，很惶恐，马上你们又要说我有什么事情。没事儿。但又要骂我，就承受不住了。周周真的承受不住任何的负面情绪。再说的话，我就藏起来了，不出现了。我只能这样。拜拜。我感觉该说的都说完了，再见了，再见了，晚安大家。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我要睡了。那你把声音换掉。快去。要不要听？哎呦，你去把声音换掉。拜拜。对呀，我也很卑微。拜拜。